人性法则，作者罗伯特·格林。我们继续来一起探讨人性，搞清楚人为什么会嫉妒，为什么很多行为不受我们大脑的支配，为什么我们总是做事虎头蛇尾，搞清楚人为什么会根据自己的社会角色、身份、文化背景等来表现不同的社会面具，搞清楚我们周围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法则10：嫉妒法则。当心你脆弱的自尊。每当有朋友成功，我的内心就又死了一点点。格尔维达尔。嫉妒是所有人类的情绪当中最棘手、最不好对付的。你需要有能够区分主动嫉妒和被动嫉妒的能力。我们都无可避免地会感到嫉妒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因为我们无意识地去观察周围的人，然后会觉得他们在某些方面比我们自己拥有的更多。你需要观察和了解嫉妒，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处理自己的社会关系。嫉妒的迹象，虽然嫉妒的迹象都非常细微，但你需要注意观察，你就可以发现它们。微表情，眼睛是表达嫉妒最明显的器官，它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最为准确。和人第一次接触的时候，你应该多注意对方的眼睛。遇到嫉妒你的人，你会发现对方的眼神有一瞬间直勾勾地看着你，然后会留下不屑和敌意。如果你认识的新朋友在头几次的接触当中就遇到这种情况，而且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出现，那你就应该注意到这个人并非善类。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设计过一个测试嫉妒的办法，给嫉妒者说一些自己的好消息，像是升迁、恋爱或者其他一些令人高兴的事情。你会注意到他们脸上闪过一抹失望的表情，他们祝贺你的语气会掩藏不住紧张。另外，再告诉他们一些坏消息，然后留意他们的微表情是否不自觉地幸灾乐祸，他们的眼神会一瞬间亮起来，那是嫉妒你。这是人无论如何都无法彻底掩盖的一种快感。背后说人坏话，背后说人坏话是一种通过贬低别人来发泄自己挫败感的手段。如果你听见有人在背后说别人坏话，无论他们说的内容的是非曲直，你都应该第一时间提高警惕。至于主动型嫉妒的判断标准，就是他们明明给你有朋友的名义，却还是要忍不住去找其他人发泄他们压抑不住的敌意。忽冷忽热，嫉妒一般情况下都是在熟人和朋友之间产生，因为人的成就感和挫败感都是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上，而最容易比较的对象就是熟人和朋友。他们知道你的成就、秘密和弱点，他们会莫名其妙地对你热情异常，然而又会在你身上鸡蛋里挑骨头地放大你的缺陷。似是而非的批评是他们强烈嫉妒的证据。嫉妒者经常以为你好的名义来做一些伤害人的事情。嫉妒者的类型，以下是5种常见的嫉妒类型，我会一一说明他们如何伪装自己，如何伤害别人。平衡者，他们总是很敏锐地查到世界上的各种不公正，他们似乎看不到或者听不见别人的好，别人的优秀会给他们极度的不安全感，会诱发他们的自卑感。他们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动力是把周围人都拉低到平庸的境地，他们的注意力总是盯着别人的不足上。有这样的人在你周围，你要小心，特别是职场上，因为他们会让有上进心的人产生心理不平衡。自命不凡的敷衍者，当代的大部分人都自认为有权获得成功和享有美好的人生，但他们的内心其实多半清楚，成功必须付出努力。而有些人会觉得他们什么都不用干，就有各种各样的好事来自然找上门。这些人通常非常自恋，在内心深处，他们也担心自己没有能力来实现想要的一切。要注意那些巧言令色而不靠实际成绩来维系自身职位的人。地位狂，作为社会性动物，人类对自己在社会中的等级和地位都非常敏感。对于有些人来说，职位不仅是衡量社会地位的方法，也是自我价值的决定性因素。他们自以为是，他们会打听别人的收入和别人拥有的财富等等。如果你的社会地位比他高，他们会用崇拜来隐藏对你的嫉妒；如果你和他们的地位差不多，他们就会经常的在暗中使绊子。
想认出谁是地位狂，你可以去观察对方是不是把每件事情都简化为金钱和物质来考量。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人，你要对自己拥有的东西低调处理，以免引起他们的嫉妒之心。依附者，这个类型的人被成功或者有权有势的人所吸引，这种吸引并不是出于钦佩，而是出于嫉妒。他们会尽其所能地想办法让自己为当权者所用，他们希望得到和老板一样的某种光环，而且他们还不想为此付出任何努力。他们欠缺活着的意义和目的，他们会本能地嫉妒那些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人。缺乏安全感的人，对于一些容易焦虑的人而言，身居高位会增加他们的不安全感。他们会用嫉妒的情绪去揣度比他们有才华的下属，他们会莫名其妙地开除下属，或者看到优秀的作品交上来不是很开心的模样。你需要留意你的领导身上有没有缺乏自信或者嫉妒你的迹象。嫉妒的触发因素，虽然说特定类型的人更容易嫉妒，但你必须留意到某些情境之下，即便是一般人的嫉妒之心也会被激起来。职业生涯开始走下坡路的长辈往往内心比较脆弱，他们很容易对后辈产生嫉妒的情绪。功成名就的女性尤其容易受到嫉妒和敌意的攻击，遇到优秀的女性，无论男女都会感受到无比强烈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会导致嫉妒和敌意。对于成功的女性来说，只能慢慢学着去打谦虚牌来避免外人的嫉妒了。在各种网络视频平台盛行的今天，人类也比以往更容易产生嫉妒别人的心情。应对嫉妒最好的办法是控制自己的情绪，将嫉妒转化为正面而有建设性的进步动力。超越嫉妒，拉近与嫉妒对象的距离。嫉妒往往产生在周围关系很近的人身上，例如天天见面的公司同事、家庭成员、邻居，或者任何一个自己圈子里面的成员。世界上所有的人和事物展现出来的完美都只是表象，当你拉近距离仔细观察，你的想法就会改变了。一方面，你要尝试着去看别人光鲜亮丽的表象下有什么情形；另一方面，你要想象身处嫉妒对象的位置上会出现什么避免不了的问题。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人正常的反应都是会去看那些比自己好的人，其实你应该去看一些那些比你差的人。看到这些人，一方面可以激起你的恻隐之心，另一方面你也会对自己的现状心存感激。这种感激正是嫉妒最好的中和剂。感激的心情就像肌肉一样，需要正常运动，不运动就会慢慢萎缩。化嫉妒为效仿，我们都是社会性动物，不可能不去跟别人比较，这是一种无意识行为，并不受人的意志支配。所以比较切合实际的做法是引导这种情绪去变成一种有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东西。我们可以主动去接近比我们强的人，让他们来刺激我们变得更加努力，更加上进，效仿别人的努力，效仿别人的学习模式，效仿别人的方式方法。法则11：自我膨胀法则。自知之明。上帝对那些飞得太高的人是无情的，他会让他们付出一定的代价。身为人类，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一种自视甚高的需求。若那种自以为是的聪明偏离现实太远的话，我们就会自我膨胀起来。我们会想象自己优于常人，我们会把成功归功于自己的能力，淡化运气成分和别人对我们的帮助。浮躁。在当下这个浮躁的社会中，自我膨胀的人越来越多，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成长过程当中被家长溺爱的越来越多；二、当下没有底线的专家教授和所谓的权威拉低了我们对以往专业人士的看法；三、社交媒体和新闻媒体浮夸的信息肆意传播；四、自媒体和社交平台给我们提供了强烈的自我存在感，并且会制造出一种错觉，让我们有成千上万的粉丝来认同自己。自我膨胀的领导人，如果有自我膨胀的人刚好有点才能，加上说服力达到一定程度，他就会爬到权力的很高位置。这种人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靠的就是周围人给他的关注。接下来为大家整理了6种自我膨胀的领导人常见的自我人设。我是天选之人。自我膨胀的领导人通常将自己描述成必定成为了不起的人，
他们会把小时候和年轻时候的故事拿来闲聊，并借此强化他们的与众不同，就像命运刻意选择了他们。我只是个普通人，虽然自我膨胀的领导人的生活环境已经很优渥了，但是他们还觉得自己应该在公共场合展现自己是个普通人的形象。他们认为这样才能够吸引别人的关注和爱戴。自我膨胀的领导人大都低调处理他们真正的出身环境，而大肆强调他们的文化品味。我会照顾你。这种人往往会在危机或动乱的时代中崛起，他们会将群体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为了让人愿意把事情托付给他们，他们需要做出一些夸大又模糊的承诺。承诺与愿景会激发一群狂热的追随者。规则我改写。人类内心都有一个秘密的心愿，就是打破现有的规则和传统。我们都希望自己能不受规则的约束，但依旧有大权在握，用规则去约束别人。所以当自我膨胀的领导者宣称他们拥有这样的权利时，我们会为其感到开心。我能点石成金。为了创造出他们从未失败过的传奇，自我膨胀的领导人会向外夸大他们的功劳，就算他们真的遇到失败或挫折，那也是因为有猪队友在扯他们的后腿。我百毒不侵。自我膨胀的领导人喜欢冒险，冒险是他们最初吸引人的魅力所在。实际上，他们的决定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受到虚荣心的影响。务实型的自我膨胀者。自我膨胀是我们所有人都有的一种原始能量，这股能量推着我们前进。以下是5个供大家参考的基本原则，大家可以加以利用来善用务实的自我膨胀，借此获取自己更高的成就感。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自我膨胀需求。你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承认我们都想出人头地、大发横财等一系列内心的膨胀欲望。只有面对自己，面对现实，你才能把想追逐名利的野心升华成务实而有建设性的冲劲。集中能量。不要试图一次解决太多问题，必须将目标分解成一个个的小目标，并把目标设定在几个月内实现，而不是几年。让自己进入心流状态，心流应该让你感到享受和沉迷。和现实保持对话，让你的想象力保持自由，但不要要求自己的计划是完美的，要向自己的同伴寻求批评和回馈，找到自己计划中的缺点和不足，因为只有知道缺点在哪里，你才能进步。精确设定挑战的难度，要从务实的角度出发，那你设定的目标就会刚好比你自己的能力上限高出一点点。因为要是你设定的工作难度比你的能力低，或刚好与你胜任的能力相同，那你很快就会感到无聊而精神涣散。但要是设定的难度过高，那你会因为挫折而信心崩溃。不要压抑自己自我膨胀的能量，把你的能量想象成你的宠物，偶尔让它出去溜一溜，免得它拆家。你可以尝试在不相关的领域中发展新的技能，或是你曾经想过要业余时间来做的爱好。法则12：男女有别法则。重新连接你内在的男子气或女人气。不要害怕展示出你性格中更敏感或是更有野心的一面。我们每个人都有男性或者女性的特质，有些是出于遗传，有的是来自于我们的父母或者异性的深刻影响。但为了在社会上展示出一致的形象，我们往往会去压抑这些男性或者女性的特质，过度地认同社会对我们期待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从而让我们失去了性格中的维度。你需要去认识自身的这些男性或女性特质，并慢慢地重视这些特质对自己的重要性。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将我们性格中的这些维度做了定义：阿尼玛，男性心中的无意识女性特质；阿尼姆斯，女性心中无意识的男性特质。这类主题在我们的无意识中，但会在我们恋爱时不受意志支配地浮出水面。我们体内的这些异性荷尔蒙占比很小，但是每个人都有。同样重要的还有异性双亲对我们的心理影响，因为我们会从异性双亲处获得女性或男性的特质。性别投射类型。
虽然性别投射有无限的变化，我们这里介绍6种比较常见的状况。了解完之后，确认自己有没有任何一种投射倾向，注意别人会如何把他们的需求和幻想投射到你身上。邪恶的浪漫主义者。被一个年长而成功的男人所吸引的女性而言，这个男人可能乍看之下是个花花公子，但同时又非常浪漫。被他爱上的女人会沉浸在他的关注和浪漫中，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女人会发现他们并不如期待中的坚强、阳刚和浪漫。女人得不到想要的关怀，这个男人也不会为了谁轻易改变，所以女人最终选择离开。这种投射常见于和父亲之间长期存在紧张关系的女人。想要跳出这个陷阱，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看破这个轮回，认清自己和父亲之间的紧张关系对自己造成的负面影响。琢磨不透的完美女人。认为自己找到了完美女人的男人，虽然与这位完美女人接触的并不多，但他可以想象和其在一起的美好生活。当谈论起这个完美女人，他提不出太多具体的细节可以来解释其完美在哪里，慢慢的他就会很快对这个女人失望，认为这个女人欺骗自己，然后他就会去找下一个女人来满足自己的幻想。这是一种常见于男性的心理投射，投射的是他们在缺乏母爱的环境下长大，由于缺少母爱，他们在寻求伴侣的潜意识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填补童年时期缺乏的母爱。可爱的叛逆者。受这个类型吸引的女人会认为这些男人有趣在他们有一种对权威的不屑，对社会主流价值的不羁和狂放。和邪恶的浪漫主义不同的是，他们往往比较年轻，但还没有在社会中站稳脚跟。他往往在女性的朋友圈以外，即使女人和他分手，仍然会在心中不停地幻想和他一起。这种投射类型的女性很可能有一位强势而霸道的父亲，她真正想要的不是叛逆的男性，而是让自己成长到足够独立、足够坚强，有足够的能力不受别人的支配。堕落的女性，这里要讨论的男人会被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女性迷住。这类女性并不矜持，而且也很放荡，给人的感觉是缺少保护、缺少教育，而这个男人的目标就是去拯救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男人发现这个女人并不是他所期望的那个样子。这种男人小时候肯定有一个强势的母亲，而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在无意识中吸引他们的反而是那些浑身都是毛病、个性也令人诟病的女人，因为她长期被强势的母亲压抑了需要释放的阿尼玛，他们经常沦落为堕落女人的工具人。优越的男人。被优秀男人吸引的女人是因为跟他们在一起，女人能间接地获得资源和优越感。这种投射类型在女性之间相当普遍。女性会有上述的投射心理，主要是出于内心的自卑感。由于从未发展出自己的力量和自信，所以她们会倾向于在其他男性身上找到这些特质。有这种投射类型的女人，首先要了解自身不安全感的来源是别人的评价，而且自己接受并内化了别人的评价。其实自己的聪明和价值并没有什么问题，你需要培养自己成为一个有主见和自信的女人。有了自信，才能去判断一个男人有没有值得交往的价值与人格。崇拜自己的女性。找一个会崇拜自己女人的男人，他有冲劲，有野心，但生活很艰辛。正当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有所缺憾，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对他热情、细心又崇拜。但随着两个人关系的推进，女人似乎对他并不再那么无微不至，也不再对他那么崇拜了。于是他觉得对方背叛了自己，这样的背叛让他气愤难平。这种常见于男性的投射，普遍源自于他与母亲的一种特殊关系。母亲太溺爱他了，以至于在以后的生活中，他总是无意识地寻求从女性那里得到像母亲那样的溺爱。这种男人必须看清自己生命中的这种关系模式，认清自己需要的是内心发展出那些投射到女人身上的母性。原始的男人和女人。小时候的我们会在自我认同上发现较大的可塑性。当我们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我们开始会在社会上建立一个比较符合社会属性的角色，以便我们融入社会。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把原本自由奔放的心灵束缚起来，这就是所谓的性别认同。我们不得不压抑内心的男性
或女性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不要扮演别人期待我们成为的角色，而是要创造出适合自己的角色。法则13：漫无目的法则，带着使命感前进。动物依靠它们的本能避开危险，我们人类必须依赖有意识的决定。当我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或者受到重大挫折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迷失方向。要避免这种命运，我们就得发展出属于自己的使命感，找到人生的终极目标，并运用相关的知识来引导自己做出各种决定。我们会因此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只有有了方向，我们才不会被当下的事物所困扰。知道为什么活着的人，几乎不会苦于怎么去活。尼采。你必须认识到使命感对人的重要性，要尽量避免和没有实际目标的人来往，因为没有目标的人会充满负能量，他们会严重影响到你。尽可能多的和有使命感的人来往，并加深和他们的联系，可以让你的使命感升级。培养高度使命感的策略。在培养和强化使命感的过程中，你会面对到许多的困难和阻碍，周围的闲言碎语会让你分心，会动摇你的决心和怀疑自己的能力。下面有5种策略可以帮你跨越这些阻碍。1. 发现你的使命。回想自己童年时有哪些清晰可见的本能倾向。童年的时候对什么事情瞬间迷住。寻找使命就是在寻找自我，就是在超越别人的看法和意见，寻找你最初的梦想。2. 善用阻力和负面的刺激。在你追求理想的路上，你会不时地受到周围人的批评，这中间有的信息是有价值的，会对你有所帮助，但更多的人可能只是出于嫉妒。你要用他们的批评和意见来激励自己，让你的使命感更加强劲。3. 吸收有意义的能量。你要设法与具有高度使命感的人多来往，避免和漫无目的的人过多接触。有高度使命感的人可以带出你内心最好的部分，多听取他们的实际意见，吸收他们追求结果的精神能量。4. 创建一个阶梯目标。有长期的目标可以让你下决心为之前进，但同时也可能给你带来焦虑，因为你会看到当下的目标位置有多大的距离。想要控制这些焦虑，你必须创造一系列的小目标，然后一步步的去完成它们。5. 专注于工作中。专注会让你超越自我。虚假使命感的诱惑。人总是会有既想得到欲望的满足，又不想付出相应的努力。好逸恶劳是我们人类的天性，在没有找到真正的目标和使命感的时候，人类总是被一些虚假的错误使命感所吸引。下面有5种常见的诱惑着我们的虚假目标。追求欢愉。我们常常认为工作只是生命中无聊的必需品。好逸恶劳的天性使我们只想在工作之余尽可能的随心所欲。至于能让我们开心的事情，不外乎吃喝玩乐。如果怀抱着人生的意义和目标，我们就会懂得自我节制，而不会纵容自己过度地沉浸在感官的刺激中。正念和邪念。世人都需要相信点什么事，如果你找不到一以贯之的正念可以遵循，我们就可能钻牛角尖了。在群体当中，我们应该发挥我们的独特性，不必什么事情都听从群体的号令。从众心理会拉低人的自我意识。名利双收。金钱和权力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绕不过去的诱惑。在金钱和权力面前，大部分人会忘掉初心。世界上许多有钱人，他们的初衷都不是要发大财，最后财富都流入了他们的口袋。万众瞩目的光环。名气与关注也是很多人追求的目标，因为出名会让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或比实际更了不起。跟想升官发财一样，越是想要出名，就越要秉持高度的使命感，脚踏实地，因为有意义的作品才能对人产生真正的吸引力。看破红尘。人宁可为空虚而活，也不愿活得空虚。尼采。虚无主义态度给人一种很潮的感觉，表面上看似看透了人生，其实这种人真实态度是懒。怀抱这种态度的人安于现状。法则14：随波逐流法则。抗拒群体的下拉力。我们的性格中会有一个平时不太注意到的一面，就是我们的社会人格。在群体中，我们会无意识地模仿别人的言行，为了融入群体，
我们会无意识地去相信别人相信的，无意识地听多了别人说话和学多了别人做事，人会慢慢忘记自己的独特性，也会慢慢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个人效应，想要融入的渴望。人在任何群体中的第一个跟最主要的感觉就是想要融入，想要让群体接纳自己。我们要做出的就是改变自己的外貌，同时认同群体的价值观和信仰。想要表演的需求，在群体的背景下，我们都是戴着面具的演员，我们会夸大自己的意见，让人看到我们认同群体的表现，我们的表现和其他成员能接受喜欢的样子一模一样。情绪感染，和所有的社会性动物一样，我们从小就依着本能去感知他人的情绪。独处时，我们会意识到自身情绪的变动，一旦融入群体，就会无意识地感知周围人的情绪。过度自信，当我们在群体中的时候，我们会确定自己跟周围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由此我们也更倾向于去做一些过激的行为。群体的运作动态，你需要了解你所属群体中的以下动态。群体文化，群体文化往往聚焦在其想象中的某个理想上，常常反映出创始人的想法，创始人的行事风格也会反映在群体上。群体的规则和准则，对任何一个群体而言，失序和没有管理状态都是不可承受的痛苦影响，于是行为规定和准则便在短时间内确立下来，这些都是不成文的规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潜规则。群体体系，观察动物园里黑猩猩的族群，你会发现其中一只雄性领袖，而其他的成员都会调整自身行为来迎合它，借此加强和首领的联系。人类文明也是基于这样的体系建立的，社会性动物的体系行为都非常相似。群体的公敌，任何团体都有敌对对象的存在，因为敌人会把群体紧密地团结起来。群体中的派系，任何在团体中的成员都一定会有派系，派系强到一定程度，其成员就开始把自己的利益置于派系之前。朝廷和朝臣，任何形态的朝廷都会很显然会以领袖为中心，朝臣实际权力的大小看的就是他们与领导间的亲疏远近，所以下属都会想尽办法去拍领导者的马屁。朝臣一般都会有几种典型，对于这几种人你一定要防范。密谋者，这种人非常难指认，他们貌似对老板很忠诚，实际上他们都在暗中积累势力，等待机会取而代之。煽动者，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专门趁火打劫。守门人，他们的目的是占领领导者的联络渠道，把领导者架空。现实群体，如果你想创造一个会把重点放在工作成果上的健康的现实团队，这里有5种可以用以达到目的的5种策略。1. 注入群体的使命感，你首先得树立一个理想，让团队具有一个切实的努力方向，一个能把大家团结起来的光荣任务。财富和名声都应该是你追求理想的自然结果，而不应该是一开始就锁定的目标。2. 组建合适的骨干团队，要把权力下放给团队的骨干成员，把那些各有所长而且能和自己互补的成员纳入到骨干成员中，让每个人都受到公平的待遇。3. 让信息和想法保持自由畅通，你要将信息和想法公开透明，让成员之间保持沟通，鼓励公开讨论，以建立成员的信任。讨论过程的广度越宽，团队与现实的连接就越强。4. 用具有建设性的积极情绪去影响团队。5. 你应该散发出一种能贯穿整个团队的决心，打造一个身经百战的团队。为了做好准备迎接危机，你要懂得如何评测每个团队成员的心理素质。你可以用稍有难度且时间比较紧的任务去测试各个成员的压力承受能力。法则15，善变法则，让人想要追随你。虽然领导风格与时俱进，但有一件事情保持不变，人对当权者总是很矛盾，又爱又恨。人总是希望有人领导，同时也想要自由自在。权威是一门复杂而微妙的艺术，其讲究的是一边创造出权力、正当性和公平性的表象，同时也要让人认同你是在为他们服务的领导者。
建立权威的策略。权威的本质是让人心甘情愿地想要追随你，他们愿意听你的说辞和建议，同时也渴望拥有你的智慧。你需要时刻设法去唤醒他们的意志力，减少他们心中的矛盾和疑惑。如果你想要建立权威，就让这种策略发挥最大的效力。一、找到你的风格，真诚。你准备建立权威，必须要自然而然地发自你的内心，也必须要保持你特有的优势。你可以去思考权威的各种原型，然后判断当中哪一种最适合你。救世主，这类人包括历史上的摩西、马丁·路德·金，他们的特点都是决心要从苦难中把人拯救出来。开创者，也就是在政治和商业领域中建立新秩序的人。有远见的艺术家，这类人总是先成为领域内的佼佼者，然后再将该行业颠覆。疗愈者，知道怎么去找东西满足人、团结人的那种人。二、导师，知道让人如何行动起来，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将注意力朝外。态度，人的天性中就是自我为中心的，这是我们的本能。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会把注意力花在自我关注上，关注我们自己的情绪、幻想。你需要将自己变成一个好的聆听者，让自己沉浸在别人的语言和肢体动作上面。要尊重每一个个体的需求，这样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并将你的领导职务视为一种责任，而不是一种特权。你能流露出这种态度，别人一定会有所感动，会敞开心扉接受你的影响。三、培养你的第三只眼，远见。沉浸在当下的人很容易因为一点小事而反应过度，培养你的长远眼光，理性思考，纵观全局。你越能深入地对问题进行推敲，就越能以某种形式看到未来。四、讲究身先士卒，作风。作为领导者，你必须表现出你比他们更努力，扮演所有人的榜样，这样成员们才会发自内心的想要追随你的高标准，去获得你的认可。五、激起矛盾情绪，光环。大部分人为了融入群体而呈现出稳定的人格特质，开朗、合群、勇敢。至于他们不想被人看到的特质，则会被掩藏起来。身为领导人，你需要的是伴随神秘感的个人魅力，让别人看不透你。他们越看不透你，你对他们就越有影响力，也越具有权威。六、永远只拿不给，禁忌。把别人已经认定是自己的东西拿走，不管是钱财、权利，或是特殊的待遇，属于他们的自由时间等，都会造成人心中根本的不安全感，同时也会让你的权威和声望遭到质疑。答应的东西没有给，和把属于别人的东西抢走，心理效果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切记永远不要从团队中索取。七、给予权威以新生，弹性。随着时间的拉长，你的权威也会慢慢变得僵化，而引不起人的兴趣。新的时代会无可避免地对你的魅力失去兴趣，因此你的领导风格需要与时俱进。只要你能做到人老心不老，那你的权威也绝对可以重获新生。法则16，攻击法则。洞悉友善表象背后的敌意。人绝对不是什么热情好客、渴望爱的生物，人只不过是会在遭受到攻击时捍卫自己的一种生物。强烈的攻击欲望是与生俱来的，是人的一种天赋。弗洛伊德。人的攻击性。表面上你周围的人都看似彬彬有礼，但在面具下面，每个人都有暴力和攻击的潜力。这种攻击性隐藏在每个人的潜意识中。攻击性是一种无法否认也无法压抑的本能，只要意识到它的存在，我们就有机会去控制住它，引导这股潜能去发挥建设性的工作。人类攻击性的来源。人类的攻击性是一种源于一种深层的不安全感，并非是单纯的有冲动去伤害人或者抢别人的财物。和其他动物不同，人类是知道自己会死亡的，甚至可能说死就死，这会让我们感到各种各样的无助感。这种无助感要太强或持续的时间太长，就会让我们无法忍受。对长期具有攻击性的人而言，他们会更加敏感和脆弱，就因为他们长期缺乏安全感，那么他们也会表现出强烈的权力欲和控制欲。你必须要认识到这两个问题：一、不要认为自己没有攻击性，只是每个人的敏感程度不同；二、
要学会让自己能一眼就认出身边具有高度侵略性的人。不要看人的言谈和表象，要看他们行为和非语言信息，这样就能很容易察觉出他们所散发出的侵略性的强弱。被动攻击性的相关策略和破解之道。我们大多数人都害怕和别人正面冲突，我们都希望自己看起来彬彬有礼，与人为善，但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站出来捍卫自己的立场，这就是被动攻击性。下面我们看看被动攻击者常使用的一些策略。默默存在的优越感，这类人总是迟到，但他们总有各种借口和理由可以说。这种人不要管他说什么，你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行为与其他非语言信息。苦肉计，这类人总是扮演受害者，实际上他们是为了激发周围人对自己的同情，进而获得别人的帮助和照顾。你需要和这类人保持距离，这样你就能够更容易地看清他们。创造你心中的依赖，这类人总是对你无微不至的关怀，认真地倾听你的故事，慢慢地加深你对他们的依赖。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去控制别人。你需要做的就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事情寄托在别人身上。含沙射影地对你质疑，和人说话时，你的某个熟人或朋友突然对你说一句让你怀疑自己的话，你会怀疑他们是不是在拐弯抹角地讽刺你。这一招的关键点在于破坏你的好心情，让你好几天都不舒服。他们想打击你的自尊心，这种人的主要动机是嫉妒。推卸责任，推卸责任的目的是掩盖自身所有的讨人厌的行为。你需要做的是和他们保持必要的距离，因为距离可以让你把他们的伎俩看清楚。被动的暴君，这一招普遍被领导者用在下属身上，但在气势一强一弱关系中也经常看得到。应对这一类人通常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通常是你的上司，所以你们之间存在着权力的不平等。控制你的攻击性，我们不应该压抑我们的攻击性，我们可以让攻击性变得理性，变得能为自己所用。法则17，短视法则，把握历史契机。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你诞生的时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是谁，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所属的时代跟每个时代一样，都会跟上一代有所区别，也都想重新为这个世界定义，形成新的价值观，而这些新的价值观会被注入到每个个体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特属于某个时代的价值观会将你封闭起来，会让你接受不了其他不同的价值观，会限制你的思维。所以你应该去理解所属时代对你的影响。时代现象，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具有代表性的音乐风格、艺术风格、文学风格等等，都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每一代人都会从父母那里继承特定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但新一代人都会想要更符合他们自己的东西，所以就推动了时代的变化。14世纪的伊斯兰学者伊本·哈勒顿认为，历史是4代人循环上演的。第一代是敢于与过往决裂的革命者时代，这代人一方面树立起新的价值观，一方面在过程中引发一定程度的混乱。第二代是渴望一定秩序的一代，他们渴望社会的稳定。第三代，他们拥有务实的心态，他们的理想是解决问题，尽量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舒适。第四代，愤世嫉俗，迷失在僵化社会环境中，找不到奋斗的方向。然后新的革命者时代又出现了，时代就是这样不停地循环起来。善用时代精神的策略，你需要意识到你跟所有人一样，都是时代的产物。你应该试着去了解你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和文化，确定你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特征。以下几点可以帮助到你：一、对过去说不。我们无可避免的都会受到上一代价值观的影响，但跟旧观念决裂时要干净利落，尽量减少我们脑袋里面的旧思维。二、把老酒装进新瓶子，可以把某段历史时期充满象征意义的东西拿出来加以改造，让人觉得你的理念与某段辉煌的历史相呼应，而你的作品更加有创意。三、
找回我们童年的时代精神，唤醒人生早年的生活态度，包括当时流行的产品、服装搭配等。切记不是复制，而是要抓住当时的精神注入到你的产品中。4. 活到老，调整到老，把你的时代精神加以现代化，在当中加入若干来自年轻一代的精神元素，保持好奇，增加你与年轻一代的互动，也用你所处时代的作品去影响年轻一代。法则18，否认死亡法则，思索我们共同的生而有涯。大部分人都很忌讳死亡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死亡的问题，领悟生命的苦短，会让我们在内心充满使命感和急迫感。通过对死亡真相的理解，我们将能更深刻地与现实产生连接，会让生命更加完善，会让生活更加有意义，会让人更加坦然地去面对生命中无可避免的失败、分离和危机。我们越是能意识到自己不会永远活着，就越能在当下的各个方面都感到自己真正的活着。死亡，人类是能意识到死亡的动物，死亡不只让人害怕，也让人感到尴尬。但人性法则告诉我们，当我们逃避现实到一个极端，我们就越不想去谈论死亡，而越没有办法洒脱的活，就会反而更活得像行尸走肉，会被焦虑、无聊、迷茫、失望、沮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困扰。请记住，你生命靠近终点的时间，就是你体验生活结束的时候。请把握好当下的时间，好好体验生命的过程。生命就是感受和体验的。拥抱死亡，拥抱死亡会比较让我们不用过分担心失败和挫折，会让我们更轻松地面对生活中的痛苦和艰辛。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勇敢地去面对生命中的各种挑战，不用为了过分担心后果而踟蹰不前。我们也将能全心投入到工作、爱情与各种事业当中了。